歡迎收睇《慈悲之門》呢個節目，我係周佳播。喺慈悲聖年之中，教宗時常邀請我哋去默想天主對我哋嘅慈悲。當我哋明白到天主嘅慈悲係幾咁巨大嘅時候，我哋自然就會對其他人一樣咁慈悲。今日我哋就會前往神聖慈悲嘅地方，嗰度就係耶穌基督透過一名謙卑嘅修女，親自教咗我哋神聖慈悲嘅敬禮。波蘭係一個受咗數世紀苦嘅國家，但係信仰令到波蘭人團結一致，滿懷希望。克拉科夫係波蘭嘅信仰嘅首都同埋前首都，讓我哋一齊去嗰度跨過其中一啲慈悲之門。神聖慈悲大殿係世界上神聖慈悲敬禮最重要嘅地方。呢一座橢圓形好似一隻船嘅現代式建築，係聖女傅天娜遺體嘅所在地。傅天娜修女喺1930年代得到耶穌嘅多次顯現，上主教導咗佢信賴天主嘅慈悲，同埋對其他人慈悲嘅重要性。繞伊蒂亞樞機即係後來成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嘅前克拉科夫總主教，對神聖慈悲敬禮作出大力嘅推廣。克拉科夫舊城區係一個必到嘅旅遊景點，係因為亞維爾主教座堂位於呢度。通過呢個聖堂嘅門，朝聖者同埋旅客可以感受到呢個母堂900年嘅歷史。主教座堂以聖達尼魯同埋聖文察魯作為主保，亦都係所有波蘭君王受加冕同埋埋葬之地。所以隨着時間嘅流逝，加建咗好多小堂作為皇家嘅陵墓。聖堂裏邊亦都可以揾到其中一位最早期克拉科夫主教同埋波蘭主保聖人聖達尼魯嘅陵墓。市內嘅主要廣場裏邊亦都可以揾到克拉科夫另外一個著名嘅地標聖母大殿。呢個哥德式嘅建築物喺14世紀興建，左邊嘅鐘塔高達80米，以前作為守護城市嘅瞭望塔。每小時嘅踏正喺呢個鐘樓會吹起號角，演奏一首名為《聖母嘅黎明》嘅古老歌曲。每一日正午嘅演奏更加會透過收音機傳播到全國。喺克拉科夫嘅東城區，我哋可以揾到另一座希臘聖堂莫吉華隱修院。呢個希德會嘅隱修院喺1222年成立。希德會嘅隱修士過着祈禱同埋自給自足嘅生活，從事教育同埋學術嘅工作。隱修院擔當起堂區聖堂嘅聖十字堂，更於1970年獲得教宗頒賜大殿嘅名譽。位於克拉科夫西南50公里之外，華杜懷斯係聖若望保祿二世嘅出生地。奉獻聖母大殿喺呢個小鎮嘅焦點。喺呢個聖堂裏邊可以揾到若望保祿二世兒時領洗嘅聖洗池。佢嘅家庭以往一直住在大殿旁邊嘅屋，呢一座屋已經成為咗若望保祿二世嘅展覽館。華杜懷斯附近嘅卡爾亞尼亞則布羅茲多夫斯卡係波蘭南部最重要嘅朝聖地嘅所在地。1600年，多個紀念基督苦難同埋聖死嘅小堂喺度興建。幾年之後，更加建成咗方濟會會院嘅天神之母大殿。呢個係若望保祿二世青年嘅時候最喜歡嘅朝聖地。1999年，呢個朝聖地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佢嘅文化同埋歷史重要性受到確認。喺慈悲禧年每一日嘅之中，讓我哋祈求天主嘅慈悲，信賴救主嘅慈悲，向他人展示慈悲，從聖若望保祿二世同埋聖女傅天娜身上學習。下次再會。